秦升来了吗？启禀陛下，秦升已告假前往苏州治病。治什么病？腰椎病。苏州有一神医为他看了一次，效果颇佳。啊。秦升刚从苏州回来，又再度赶往苏州，你不觉得有点怪吗？他不是去看病吗？看个病把大夫直接接来就行了，干嘛自个儿再跑一趟呢？父皇，您是怀疑秦升吗？还是谨慎点好。派韩义可到苏州去查一下，看看秦升有什么别的事情没有。是。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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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据韩义可报告，秦升去苏州是去看望一位叫蔡珏的女人。那是什么人呢？她是蔡玄的侄女，住在蔡家。据说，蔡玄已将蔡珏许配给秦升为妾。好大的胆子啊！这是在秦升视察苏州期间发生的吗？正是。不过，仅仅如此，还不至于判定秦升和蔡玄之间还有另外的瓜葛。但是蔡玄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把一个侄女送给秦升呢？儿臣认为，以秦升在兖州的表现，还不至于到苏州数日就被人拖下水吧。朕也是这么想的。秦升回来之后替蔡玄讲了不少好话，但没提到这件事，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呢？这倒也是。改到苏州。就他一个人来的？是的。有没有人看见？那倒还不至于，他不曾穿官服。他现在在哪儿？在珏姑娘的房间里。这对狗男女，哼！秦大人，您此次前来不会被人怀疑吧？我是说，要外出就医。当然，或许有些人会起疑心，但是这个时候，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知道秦大人都是为了妾身，但还是小心点为好。叔叔，秦大人，你做事太不严谨了，引来了很大的麻烦。怎么了？陛下视察太仓昆山，突然绕到苏州。我马上要去城外迎接。蔡大人，是不是陛下听到了些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皇帝陛下突然改变行程，像去兖州一样，难道这里没有原因吗？不用惊慌，我马上就走。你认为还来得及吗？那你说怎么办？秦大人，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蔡玄在。秦升是不是在苏州啊？在苏州看病。不光是在看病吧？容微臣慢慢解释。解释什么？叫他立刻来见朕。是。苏州官员全部回避。是蔡玄介绍你们俩认识的吧？是微臣在蔡玄家遇见的。所以你跟蔡玄就结为同党了？不，陛下，微臣不敢因私废公，而且蔡玄也不愿意成就此事。微臣在苏州期间，一切严格从事，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一点，张子公和王林可以为微臣作证啊。你身为钦差，跟地方官员的亲属勾结私情，这样你怎么还能够秉公执法呢？
微臣知罪，但微臣确实不曾因私废公啊。而且在苏州期间，微臣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府衙官员在赈灾之中有过任何的营私舞弊和贪污的现象啊。把蔡珏找来，朕倒要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居然可以让你忘乎所以。民女叩见皇上。抬起头来。果然有几分姿色。朕问你，你是受何人指使来勾引钦差大臣呢？陛下，不曾有人指使民女勾引秦大人。胡说！你不勾引他，他这人怎么会跟你如胶似漆？陛下，民女与秦大人乃两情相悦，一见钟情，并非他人所使。鬼话！如果不是蔡玄的精心安排，你见得了钦差大臣吗？小女子所说句句属实。小女子与秦大人乃真心相爱，日月可见。蔡珏，今天朕看你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可怜女子，受人指使，朕是可以不加罪于你。但是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甘心待人受过，朕立刻就会叫你香消玉殒。陛下，小女子今年已是有妻，与秦大人相恋，乃平生所愿。古人云：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若陛下要我以死相证的话，民女绝不会贪生。将这女子拖下去，重打50大板，看她还嘴硬不？是，皇上，微臣甘愿替他受罚，他经受不住啊。那你就从实招来。秦大人，奴婢如今只有一事相求，请大人保重身体，日后好自为之。珏姑娘，是我害了你。能与大人恩爱一场，岂是死而无憾？父皇，拖下去，重责。是。秦大人，秦大人，你保重啊！陛下，蔡珏已昏死过去，还只打了30大板，还是不肯招。此女甚为钟情。看来秦深跟这女子确实是有感情的。看来是这样。或许蔡玄原意是想用美人计拉拢秦深，没想到两人一见钟情。或者秦深跟蔡玄也并没有做什么，还没有其他证据。先把这女子给放了吧。遵命。韩亦可在。你觉得秦深有罪吗？现在尚不得而知。不过给秦深看病的大夫也是蔡玄找来的。蔡玄既治好了秦深的腰病，又帮他得到了蔡珏，秦深难道会与他过不去吗？你不必再讲了，这个案子朕是一定要查到底的。如果秦深是冤枉的，朕就还他清白；
如果秦升在这短短的10几天里面就被蔡玄拉下水了，那朕倒要看看蔡玄到底有多厉害。圣上英明，立即派人重新审核苏州赈灾的详细情况。遵命。将秦升、蔡玄、梁茂全押往京城，连同张子恭、王陵一并交予大理寺细细甄别，在苏州同时审问相关人等，不得懈怠。遵命。老臣秦良刚叩见皇帝陛下。陛下，我儿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又被大理寺关押呀？他出了什么事，他心里头最清楚。你难道不知道秦升再度前往苏州是为什么吗？老臣已经知晓，但是他真心喜欢这个姑娘，也未必等于众人奸计啊。朕就知道你会来为你儿子说情，你难道就没想过，蔡玄那样的人会对秦升施以什么手段？啊，陛下，蔡玄那人，老臣略知一二。如若他对我儿施展手段，我并不奇怪。但是我儿经过兖州一事，也绝不会轻易上当，请陛下明察。朕绝不希望秦升有事。秦升若是出了什么事，与朕颜面上又有何好看？然而秦升到了苏州之后，蔡玄想尽办法讨好秦升是实。秦升回京之后，又为蔡玄说了好话，朕信任他，依其所请，除去蔡玄脚上的镣铐。现在倘若他们俩结成一伙，瞒朕一个人，朕岂能容忍？陛下，屈打成招之事常有发生。在兖州，我儿也曾在众星之下胡乱招供，恳请陛下慎行。你放心吧，朕这一次不会随便对你儿子用刑。只要秦升确实无事，朕绝对不会冤枉他。老臣磕谢陛下。回去吧。谢陛下。陛下，苏州方面有了消息。哦，蔡玄家的一个家丁供认，蔡玄曾送给秦升一幅古画，价值达1000两黄金。真有此事？证人已经带到。一幅什么样的画要值这么多钱呢？南宋杨补之的《四梅花图》。来了来了！哎，你们什么事儿啊？接着，站着！哎，让走！少爷，走！就是这幅。生儿，爹，怎么回事啊？没事儿，你别着急啊。生儿，你没做错事吧？没有，娘啊，凤娟，别替我担心。秦大人，请吧。是。此话如何？
韩大人，此画是真迹。是吗？是的，正是宋朝杨朴之的四梅花图。好，大人告辞。戴蔡玄，蔡玄，评审。哎，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点儿！都是因为你坏了大事。记住，只要咬定那幅画是赝品，便一切无事。汉兵和蔡权均不构成贿赂，看过后通掉。韩大人。蔡玄，你看这幅画，可否是你送与秦升的？正是。你说这幅画是赝品？是的。哼，胡说！此画经过鉴定，已证明是真迹，你故意说成是赝品，居心何在？韩御史，此画在卑职家中挂了多年，真与伪，卑职岂能不知呢？秦大人的字虽好，卑职再傻也不会将一幅四梅花图的真迹与他交换吧？你说呢？哼！你哪里是想交换？你分明是在不显山不漏水的行贿。你明知秦升喜好字画，也懂字画，便故意将真迹说成赝品。你自己装作不懂，哄得秦升高高兴兴地把此画收下，毫无顾忌，可谓是用心良苦啊！真是天大的冤枉！哼，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卑职是想请秦大人留下墨宝作为回赠，请秦大人到我的书房随意挑选一幅。起初秦大人挑选的并非是这一幅，难道秦大人他也不识真假吗？你以为这也能成为理由？秦升想必早就看中了这一幅，先挑另一幅，无非是遮掩而已。这话便有些说不通了。按韩大人的意思，我与秦大人并非心照不宣，一个是心中有数，一个是佯装不知。
那么卑职岂不白白将一幅真迹送给秦大人，让秦大人占了个便宜，我便吃了个哑巴亏？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谈何贿赂呢？你当然不会白白给他。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要使秦升心安理得地将此画收下。实际上，从他第一次到你书房来，你便故意将真迹说成赝品，投下诱饵，等他上钩。等他第二次到你家去的时候，你又故意先请他写字，然后假意回赠。他以为你始终不知四梅花图为真品，贪心所致，最终选择了这幅。本官审理过无数行贿受贿的案件，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阴险狡诈之人。你事前肯定对秦升的情况做过调查，了解其特点爱好，精心设计，引他入套。秦升受贿，与其说是意志不坚，倒不如说是你抓住了他的弱点。哼，你真可谓是天下第一行贿大师啊！韩大人，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告诉卑职啊！卑职既以赝品的名义将此画送给秦大人，那么秦大人又如何感觉到卑职对他的一片真心呢？这对于你还成问题吗？秦升过去清正廉洁是出了名的，他也不会轻易接受，所以你费尽心机出此恶招，先是骗他把画收下，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又把画点名。哼，到那个时候，秦升退不是，不退也不是，你便自然地抓住了他的把柄。韩大人，你简直把卑职说的是太有心机了。卑职哪有那么复杂呀？哼，你蔡大人之心，真可谓是深不可测，比起吴兴武来不知深到了哪里。秦升刚到苏州，你便预备好了民间神医，一次就将秦升多年的顽疾治愈。哼，谁知你是从何时开始准备的？好了，韩大人，你把卑职说的是如此糟糕，卑职真是百口难辩。但是有一条我可以告诉你，此画并非真迹，即便是真迹，卑职也不知道它是真迹。韩大人硬说我是贿赂，卑职怎敢承认呢？那好吧，你不肯说，哼，你不肯承认，自然有人肯承认。到那时，蔡大人不要后悔莫及便好。韩大人，说我讨好秦大人，有这事儿那是人之常情；说我贿赂，天大的冤枉！蔡玄至死不服，压下去！走。陛下，您何时到此的？朕一直在听。这只老狐狸是不会轻易开口的。卑职以为，
还是先要让秦升开口？把秦升带来，朕要亲自审问他。秦升，提审。朕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前，朕才亲自把你从吴兴武的诬陷当中解脱出来，还你清白。那个时候，朕还以为你是经得起考验的，你父亲也为你感到欣慰。然而，今天你居然又跟贪官勾结在一起，这是最近这些天里才发生的吗？陛下，秦升还是那个秦升，不曾改变过。微臣确实不曾受贿，也不曾与蔡玄共谋。倘若蔡玄有过贪污，微臣不曾查出，此乃微臣之失职。这幅画经过鉴定，它确定是真迹，且价值不菲。蔡玄贿赂你的罪证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不承认？陛下，此画虽模仿的惟妙惟肖，它可以蒙得过很多人的眼睛，但骗不了我。陛下，这确实是一幅赝品，我敢对天为誓。你看过真的？没有。但杨不知其他的画作，微臣见过，熟悉他的笔触，所以能够辨别真伪。狡辩！来人！父皇，要不先听他把话讲完？你马上指出来这幅画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它是赝品？是。陛下，请看，杨补之作画，干支之处最为潇洒，笔锋含蓄，而深藏不露。但是这幅画虽学得7分，仍是略显吃力，就凭此一点，足以说明啊！陛下。微臣敢对天发誓，此乃赝品。倘若微臣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看来你对杨补之的画深有研究。微臣不敢自诩，但辨别真伪尚有把握。你不要以为朕不懂画，朕就找不到懂画之人。陛下，微臣万万不敢犯欺君犯上之罪。微臣蒙受皇上恩宠，赐为钦差大臣，唯愿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以示报效，又怎敢贪恋珍奇，一身是法？之前在兖州，吴兴武反复行贿，都被微臣拒之门外，岂有那么容易受蔡玄之重礼？正如陛下所说，数十天之内，怎会有如此翻天覆地、判若两人之变化？陛下，蔡玄是一个诡计多端、善于投人所好的人。你虽然知书达理，但是难免贪欲未泯。你只要稍微露出一点破绽，就会让蔡玄有可乘之机。难道他后来就没有跟你道出过什么真假，提出过什么要挟吗？没有，绝无此事。画作真伪，我自有把握，万万不敢授人以柄啊！
来人，在。押下去。是。走。父皇，您认为？把骆朝宗找来，再做鉴定。骆太师有病在身，不方便出行啊。不方便就抬来。这幅画的真假关系重大，非请他出山不可。慢点啊，把骆太师抬好了。慢点。陛下。啊。太师已经仔细看过四梅花图，如何呀？果然如秦生所说，此画为赝品。哦。骆朝宗的解释也与秦生大致相同。他非常肯定吗？十分肯定。他还说此画仿得非常好，如果没有见过真迹，那是很难鉴定的。如此看来，秦生就未必受贿了。父皇，父皇，儿臣见您气色欠佳，还望您多多休息。朕在想，这回会不会又冤枉了秦生？哦，既然是赝品，那么定为受贿就勉强了。把他放了。那蔡玄呢？一起放了。蔡大人，贺喜贺喜！我早就说过，不出3日，我准出去。蔡大人，你厉害厉害！钱大人，贺喜贺喜！没事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请吧，钱大人。钱大人，钱大人，蔡大人，钱大人，让您受这么大的委屈，卑职真的不好意思。没什么，都过去了。是啊，是啊，卑职欢迎您再次来苏州啊。钱大人，蔡大人，钱大人，让您受这么大的委屈，卑职真的不好意思。没什么，都过去了。是啊，是啊，卑职欢迎您再次来苏州啊。我要去的。好。二位大人，安大人，陛下专门请了骆太师。骆太师证明那幅四梅花图确实为赝品。陛下英明，秦生感激不尽啊！老爷，少爷回来了，真的，真的。啊，生儿，你回来了，我回来了，爹。少爷，你没事吧？娘，您放心好了，我没事。秦生已经回家了。是，他直接回家了。派人去搜查秦宅。为何？骆太师是看过真迹的，难道秦生也看过真迹吗？父皇，何意啊？秦生跟蔡玄或许都认为2个人一口咬定那幅四梅花图是赝品，就可以蒙混过关。可是骆太师已鉴定此为赝品。毕竟秦生还是嫩了点儿，
他禁锢着指出哪儿是赝品了，无意中已经露出他是看过真迹的。哦，去搜，看看能不能搜出一幅四梅花图真迹。遵命。你们又来干什么？奉皇帝陛下命令，前来搜查。搜！是。你们这边，这边。这边，来吧。快点，刘大将，是。带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啊！罪臣秦升，拜见陛下。你还真以为朕会轻易的就放过你啊？罪臣幼稚。四梅花图是不是有2幅啊？是。哪一幅是真迹？不好说，是不是？秦升有罪。如果你说刚搜到的那一幅是真迹，你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还要向蔡玄索取一幅假的呢？如果你说2幅都是赝品，你又逃不过骆太师的眼睛，是不是？罪臣实在瞒不过皇上的眼睛。蔡玄送你的到底是哪一幅啊？是，当然是真的。送画真迹是何其难求。原来你家里头就自己有一幅仿品，所以你对这幅四梅花图很熟悉。杨卜之的真迹你是心仪已久了，所以你对杨卜之的画作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当你看到蔡玄书房那一幅的时候，心里面就立刻明白了它是真是假。虽然你也不完全相信蔡玄不懂真伪，你甚至于都感觉到那是一个圈套了。可是就是因为你家里还有一幅赝品，所以你就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地接受了蔡玄的真迹。万一有一天蔡玄拿这画做把柄向你要挟什么，到时候你就可以偷梁换柱，一口咬定这幅赝品就是他送的。这样一来，你就进可攻，退可守，万无一失。朕说的对不对啊？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蔡玄太奸诈了，行贿的手法高人一筹。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想收贿还想收得天衣无缝。陛下，陛下，看在罪臣在眼中还有一些功劳的份上，免罪臣一死。朕也知道你是一念之差，不是你主动索贿，当初也没有收贿之心。
是蔡玄包藏祸心，巧立机关，一步一步诱你进去。但是你这个一念之差，难道就没有个来由吗？朕对你是如何的信任有加，你居然还是心存杂念，贪欲未泯，否则你怎么会掉进蔡玄的圈套里面去？罪臣万分后悔。哪一个被朕抓到的官员不是后悔害怕的？罪臣实在是太幼稚。比起蔡玄，你是嫩了点儿，但是你的心眼儿也不少啊。只是你们想跟朕斗心眼儿，差太远。压下去。是。进去吧。父亲，当初爹爹不让你当这个钦差，你不肯听。如今真的带上这个脚镣了。夫君，你别着急。如果皇上能够赦免我，我答应你，一定再不做这个官了。还有机会吗？进去吧。关门。管家，管家，玄相先生来了。来了。玄相先生，真的。玄相先生，我有事找您，快请见。阿请。爱卿，您前次经过卜算我家少爷有牢狱之灾，如今果然验证了。是吗？是啊。请您无论如何再算一卦，我家老爷和夫人都快急死了，请您再算算我家少爷他到底能不能保下命来。你家少爷是不是做过钦差大臣？哎，正是啊。哎，先生，您何必急着走啊？我的卦灵不灵，我自己说不好。不过，我不能再给赶我走的人算卦了。当初我看你们家少爷脚上有料，只是我看多了官场险恶而已。
你们又何必当真呢？先生，先生，人人脚上都有料，只不过看得见，看不见而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经查明，秦升在苏州视察期间，除了接受蔡玄贿赂的名画1幅之外，还接受黄金200两，皆为在当地富户捐献赈灾之款项中提取。蔡玄、梁茂全2人在苏州任上巧取豪夺，变卖国库存粮，侵吞朝廷救济款，私分当地捐款，合计白银8000两，2人平分。张子恭、王林在跟随秦升视察苏州期间，被秦升和蔡玄以威胁、利用等手段收买，帮助秦升、蔡玄隐瞒实情，并收取贿赂、黄金各100两。以上罪证，5人皆供认不讳。你们可有什么话说？罪臣服罪，期望皇帝陛下饶臣一死。你本来不是打算捞够了之后逃往海外吗？怎么没逃啊？还没捞够。上次贪污朕就饶你不死，就是希望你能够带料办公，希望你吸取教训，彻底洗心革面。结果谁知道你本性不改，贪褐难填，居然变得更为狡猾，拉拢腐蚀朝廷官员的手段层出不穷，叹为观止。难道秦升不是马上就要死在你的手里？你还祈求活着？让你带料办公都不能改过自新，到底是为了什么？自朕登位以来，各地都有水灾、旱灾，灾区的一些官员或不赈灾，麻木不仁，或勾结奸商，贪污赈济钱粮。可怜老百姓啊！居无屋，食无粮，老幼难熬，呼号于天。你们这些贪婪之徒，焉有不死之理？凡抚州县所有的官员，在水灾中胆敢贪赃枉法者，一律处死，包括朕钦点之钦差大臣。秦升，你还有什么话说？回陛下，罪臣无话可说。朕不是不愿意饶你，你本是一名清官，贪污受贿也是事出有因。然而，饶你一个，今后将会有多少人步你的后尘？罪臣明白。朕判处蔡玄鞭100，然后凌迟处死，诛其3族；梁茂全凌迟处死，诛其3族；判处秦升、张子恭、王陵绞刑，满门抄斩。启禀陛下，秦升之父秦良刚于右门外击鼓鸣冤，还想闯进殿来。叫他进来吧。
老臣秦良刚叩见陛下。你还敢击鼓鸣冤？朕已经判处秦升绞刑，满门抄斩，你还有何冤可鸣啊？老臣请求平身。准予平身。老臣有话不能不说。你说吧。当初陛下任命秦升为钦差大臣，老臣曾深夜求见陛下，望陛下另任他人，可曾有过？秦良刚，让他说。秦升在兖州遭人暗算，平反之后，老臣再次求见陛下，望陛下免去他的钦差大臣之职，可曾有过？老臣再三向陛下解释，秦升始终为京官，涉世未深，意志不坚，不知地方情形的深浅。一旦任为钦差大臣，位高权重，必将遭到拉拢腐蚀，是防不胜防啊！而秦升本无能力，一一拒绝，因此老臣恳请陛下暂且放他过去，而陛下不愿考虑，坚持任用。现如今秦升果然中他人之计，被人拉下水去，陛下判他死刑，老臣怎么能不击鼓鸣冤呢？秦良刚，你简直是强词夺理。照你所说，倒是朕害死了秦升。老臣绝非此意，老臣只是认为陛下对下面的种种实情并不十分了解，贸然派出秦升这样的官员，虽则出于信任，却无异于似人于虎，不教而诛，又岂能服众啊？放肆！老臣知道，老臣讲出此话是必死无疑，然而不讲出口，如鲠在咽，死不瞑目啊！况且我秦家已面临满门抄斩之祸，说与不说，又有何益呀？你讲完了。感谢陛下，容老臣把话说尽。老臣虽死无憾。秦良刚，臣在。你说的这些话，是自以为言之有理，满腹冤屈，其实是荒谬绝伦。起初你确实是3番5次的要求朕免除秦升钦差大臣之职位，但是秦升当了钦差，终归还是迎合了他的志向。然后你又口口声声地说他少不经事，经验不足。朕在26岁的时候就带兵打下徐州，救出郭子兴，固守瓦良垒，血战高邮。朕有没有因为经验不足就却步不前了？朕信任秦升，是因为他当时确实是一个洁身自爱的好官，跟贪官污吏不肯同流合污，朕才让他当了钦差，何过之有？日后他名节不保，身陷泥潭，那完全是出于奸臣的谋害吗？他自己一点责任没有吗？满朝文武想要当钦差大臣者大有人在，朕为什么要用他？朕什么时候说过，身为高官者是只有权力而没有风险？相反的，朕再三告诫群臣，为官者要谨小慎微，严肃律己，洁身自好。朕难道没有再三的告诫秦升？秦升犯罪，咎由自取，谁又能代之受过？老臣始终明白，纵有千条理由，秦升
也罪责难辞。事已至此，老臣只有把话说出，死个明白。陛下，老臣膝下独子，儿媳孙凤娟已有孕在身，且于世无赦。老臣恳请陛下允许其将孩子生下，为我秦家留下一枝根苗，对臣秦良刚感激涕零。朕破例让你在朝廷之上说出刚才那些话，也是因为你。朕自登位以来，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官员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孙升官进阶苦苦相求的。抬起头来。天下人都羡慕当官的。难得你看清了官场的风险，时时提醒儿孙。本于此，朕特赦你全家连坐之罪，唯秦生罪不可赦。谢圣主隆恩。秦生蔡玄之案，使朕深感震惊。朕要将此案的案情公诸全国，警戒全国官员，全国官员都要明白，权力之下夭折者众，清官贪官，仅隔一念之差。你们这些官员都是有缝隙可乘的，稍有不慎就遗恨终身。退朝。上次的军饷办得怎么样了？这个，哎呀，二位官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13000两，实在是多了些。您二位看是不是？胡说！这么多不多？兄弟们在这儿帮你们维护地方治安，你让我们不吃不穿啊？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道老爷也说，番禺这个地方老百姓不富裕，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实在是负担不起呀。您二位是不是向千户大人禀报一下，能不能？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和千户大人讨价还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不就是个师爷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老子不跟你说，叫你们道童给我滚回来，把银子凑齐给我们送过去。否则的话，只要我们千户大人在朱将军那里说句话，哼，他就别想在番禺混下去。二位，道老爷不在，我自己说的话，我自己全部承担。二位说的，并非全在理上。朝廷规定，军队在地方驻扎，自有给养，州县无需再另行谋划。长期以来，
本县一向竭尽全力予以支持，但财力毕竟有限呐。好啊，你总算把真话说出来了，就是不打算拿钱，是吧？啊，不是这个意思。道老爷和我合计再三，这次啊，只能凑足5000两，再多实在是拿不出来呀。你们敢违抗朱大将军的命令？不，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事实？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大人，请讲。你们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他。这里是县衙。县衙，走，跟我们去兵马司。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二位大哥，有话好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走开！你二位大哥，你们先消消气，先消消气，别发火，别发火，喝点茶，喝点茶，喝茶，喝茶。是，你先坐。二位，等我们道老爷回来，有什么事情，一准给你们答复，好吗？自建朝以来，朕始终告诫大家：得天下易，做天下难。难就难在吏治清明，百姓归心。可是你们当中，就有人不断的贪婪腐化，败坏民心。难道你们认为天下就只是朕一个人的，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有没有人认识朕的左边摆着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吗？陛下，微臣或许识得。说说。此因古人所用奇器。荀子曰：“虚则奇，中则正，满则富。”韩爱卿说的不差。知道朕为什么把这东西摆在殿上吗？微臣揣测，陛下意在提醒我等居安思危。正是。来人，在。给这个奇器加水。是。看到没有？现在这种状态叫中正。治国之道就贵在中正。继续。看到没有？一朝之倾覆，就像现在这样，不知不觉的很容易就改朝换代。元朝是怎么覆亡的？想当初鼎盛一时，所向披靡，哼，什么人敢抵挡他们呢？不过100年，灰飞烟灭。难道说是张士诚、陈友谅他们有本事，还是我朱元璋有本事？非也。灭元者，元也。欺压百姓，排斥异族，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焉有不灭亡之理呢？所以大家记住，我大明朝
就跟这琪琪是一个道理。微臣谨记。吏部尚书吴彦卓，微臣在。朕派你到各地考核官员政绩，结果出来了没有？启奏陛下，此次共考核4117人，其中称职者435人，不称职者471人，平常者2897人，贪污者171人，没有办事能力者143人。称职者占多少？占1成多点。你们听到没有？称职者只占1成，435人；贪污者倒有171人；平庸者，就是比不称职强一点的，加起来3000多人。当然，大明朝考核官吏的制度是相当严格的，不能像演戏跑龙套一样走个过场就算了。称职者升，平常者留任，不称职者教，贪污者刑罚处置，无能者削职为民。微臣谨记。这2天入京觐见的还有哪些地方的官员呢？广东、广西2地。朱亮祖、末将在。徐本、微臣在。朱亮祖，朕派你镇守广东，你对广东的地方官员评价是怎么样的？回禀陛下，广东地方官员还算听话，有末将在，他们不敢造次。雇员残匪的势力依然猖獗吗？雇员残匪已受重创，但他们与军阀和珅旧部勾结到一起了，势力又有所增强。请陛下放心，广东有朱亮祖在，固若金汤。打仗这一点朕是放心你的，但是朕要告诉你，你要多多留心你手下的人，不要居功自傲，骚扰地方。是。启禀陛下，朱将军在广东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众望所归。这是朕第3次听你说这种话了。徐本，你是布政使，广东的政务是由你负责的。微臣明白。明日，朕要亲自接见广东、广西2地的官员，还要请他们吃饭。吴大人到。你们听好了，陛下有令，进京觐见官员人等，凡考核称职者赐座用餐，凡考核平常者站立用餐，凡考核不称职者站立观看。你们都属于考核不称职者，必须在此站立观看，直到其他官员全部用餐完毕，离开大殿，你们方可离开。都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哎呀，陈大人，真是久仰大名啊！难得一见，难得一见呐！道大人，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好歹咱们还有饭吃，吃饱了再说。上愧对于皇恩，下愧对于百姓啊！咱们还算是平常，还不算最差。你看看那边，他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呢。回去好好干，下次再来，怎么也得
弄个称职吧。我那儿的情况不一样啊。皇帝陛下驾到！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坐下吧。谢陛下。今天朕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就是希望能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碗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你们大家有没有算过，朝廷给你多少俸禄，折合成稻谷是多少，又需要多少百姓种多少亩田才能养活？虽说天下是朕打出来的，朕身为君主，也要敬民、为民，更何况你们？朕找你们来当官，是要你们妥善安民，民安则国安。你们当中称职的人，可以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则理应接受朝廷俸禄；不称职的人，会使百姓民不聊生，那朕还管你什么俸禄不俸禄啊？希望大家切记。微臣谨记。一个官是不是廉洁，是不是勤劳，是朕区别好官坏官的一个基本标准。柳州知府李仲文派小吏冯仁生到鹿寨县办事，冯仁生仗势欺人，欺压百姓，收受贿赂。鹿寨县县丞秦中章不为权势，硬是把他押送京师法办，很好。为此，朕已经下令拔擢秦中章为宁波知府，李仲文贬为鹿寨县县丞。另外，广西按察司佥事王平到临川视察，临川县城想要贿赂，王平不为金钱所动，训斥了县城，并且将他押送法办，做得也很好。为此，朕奖赏王平宝钞100锭，并且拔擢他为督察院左佥事御史。你们这些官员不称职的，自己也说说，为什么不能称职？说呀！